卓榮泰妥妥的無賴，人無法附屬這項法案，又在說謊。342號釋憲案除了抵觸憲法之外，應該都要發生效力，跟你卓榮泰一點屁關係都沒有。修法過程是立法權，你口聲聲說立法權侵犯你行政權，結果你是侵犯立法權。李登輝是民主的罪人，修憲之後倒閣，立法院連同院長全倒，行政院總統原封不動，行政院長下台，請問對等嗎？這就是個完全獨裁的概念啊！所以李登輝是民主叛徒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卓榮泰正式確定了，不要附屬，拒絕才華法。這個事情其實相當嚴重了。作為一個行政院長，對於法律的最基本原則，他是完全不遵守的，真的太誇張了。人無法附屬這項法案，可以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投票來制衡。拒絕附屬，這是歷史憲政史上首次，也就是說，經過立法院所3讀通過的法案，經過總統公告，結果行政院長可以公然不執行。正常來說，如果行政院做到這種程度，那行政院長直接要下台滾蛋。但是民進黨也是創了一個先例，就只要我臉皮夠厚，你能怎麼樣？3讀通過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案，本人身為行政院院長，將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第37條決定不予附屬本次的修法。又在說謊。第37條，總統依法公布法律、發布命令，須經行政院長之附屬或行政院院長有關部會首長之附屬。342號釋憲案，立法院審議之法律案，須在不抵觸憲法之範圍內，依其自行議定之議事範圍為之。法律案經立法院移送總統公布者，能否踐行其議事遵循原則之程序，除明顯抵觸憲法者外，乃其內部事項屬於議會自律原則應自行認定範圍內，並非市縣機關之審查規定，是以總統依法第72條規定，立法院移送公布之法律，縱有議事規範不符，在形式上已存在，依中央法規標準第13條之規定發生效力。簡單來講，只要立法院的法案經過總統公布，只有抵觸憲法，其他什麼不合議事規範情形，什麼不夠公開、不夠透明，都不是重點，重點就是發生效力。過去的釋憲也沒有針對所謂附屬權責來進行所謂的討論啊，因為總統依法公布法律、發布命令，這法律就已經確立了。行政院長的附屬是他們的義務，因為這個執行是要交由他們來執行啊，沒有說他能不能主動要不要附屬，所以他現在變成說沒附屬就沒有辦法執行，笑死人了。前面那個釋憲就告訴你了，除了抵觸憲法之外，應該都要發生效力，妥妥的無賴。如果照這樣搞，以後任何的執政黨只要拿到了執政權，立法院是廢物啊，我根本就不用管你，反正任何情形我就說我不附屬。那為什麼過去沒人敢不附屬？因為你不附屬，你行政院長就分分鐘就離開了，所以真的是很誇張。這次再修正的財劃法有其明顯違憲之處。首先，違反了憲法權力分立的原則，實質侵害行政權。哪裡侵害行政權？違反憲法權力分立原則，必須經過憲法法庭審判。你沒經過憲法法庭審判，你怎麼可以擅自確認他違反憲法分立原則？所以他第一個就錯了。你行政權可以公然跨越司法權嗎？這是有夠扯的哦，非常扯淡。第二，修法的過程違反公開透明與實質討論的原則，破壞民主程序。修法過程破壞民主程序，來釋憲第342號直接打臉。就算你認為他違反公開透明，那也是立法院要自我管理的，跟你卓榮泰一點屁關係都沒有。修法過程是議會自治的程序，是立法權。你口聲聲說立法權侵犯你行政權，結果你是侵犯立法權。第三，若一旦相對國家的發展造成無可回復的重大危害。為什麼一個財劃法會造成無可回復的重大危害？解釋清楚，邏輯在哪裡？他沒有給你任何的解答跟答案，直接斷定，我就是這麼覺得，怎麼樣？因為立法院修訂的憲法訴訟法，不合理的拉高憲法法庭議決的門檻，更多次杯葛總統所提出的大法官人選，導致憲法法庭無法運作，失去了弭平憲政爭議的能力。哇！你民進黨劉靜怡怎麼被幹掉的？我的天！話全部倒着講，好屌哦！劉靜怡是你民進黨自己幹掉候選人。賴清德提的大法官人選，連自家立委都不挺，還說只要投他就開除黨籍。民進黨51席立委卻對被提名的劉靜怡投下反對票。劉靜怡在臉書表示，如果總統真的沒有同意這樣幹，那就自己公開向社會大眾澄清。我真的不需要任何人私下向我澄清，因為投票結果已經確定了。引發底下網友評論，投給劉靜怡的人開除黨籍，那麼提名劉靜怡的賴清德不是也該開除黨籍嗎？靠北，那
那你賴清德先開除黨籍，變來變去，自己臉打自己的臉，都不會不好意思。當家忘記大法官選舉的時候有多難看嗎？那你就提一個在野黨能接受的大法官人選，每天提這爛香蕉臭拔辣，大法官游伯祥，那算大法官嗎？499號解釋有沒有可能適用到本案來？那我聽了半天，你好像還沒回答這個問題。透過直播的方式，對於一般的選民，他們在進行責任政治的規則跟判斷的時候，是不會有任何問題。不好意思，我再打斷你。是你的意思，我聽懂了。你認為說用公開直播可以取代議事錄啦？因為你還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。其實我剛剛已經回答了有大法官的問題啊，雖然可能你覺得不滿意，但我的確回答你的問題。但是不好意思，你們主張不應該這個會有任何的問題嗎？你提的大法官都是這些垃圾貨，讓別人吞。再來，還有姚立明說立民不忠於政黨，這樣子說起不就正好證明我只忠於專業，忠於自己的良心？我被動的被柯文哲邀請，我被动的被施明德邀請，我被动的被賴清德邀請，我甚至於被動的參與新黨選舉立法委員，沒有一個是我主動，所以不是變不變的問題。創黨元老，你是不分區不是創黨元老，被邀請作為不分區第2名，為了當這個官，真的醜態百出啊！當不分區的第2名，他說他不參與這個政黨，那請問你怎麼當不分區的第2名？34年前你有32篇，2000年以後有6篇，最新的1篇是在9年前。最近這20年來，你根本沒有深入的去研究相關的憲法法學。尷尬的笑，如此背離憲政學術，有需要如此的來搪塞履歷的大法官嗎？你是否會支持做成新的憲法判決，來推翻憲判字8號的判決？請說明。這個我不能回答。現在是危險已經出現，各種呂布。請問賴清德提了一堆雜魚爛蝦，被幹掉不是剛好而已嗎？你提了什麼爛東西啊？你提了廢物，誰要給你通過啊？搞了老半天，每天提垃圾來說，你為什麼不收垃圾？這是我的垃圾啊！你說不是兄弟，你的垃圾你就拿回去放着好嗎？我的垃圾你為什麼不通過？不是兄弟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丟垃圾過來？你換一個好不好？你換一個別的，就有點用也好，換垃圾桶都比垃圾好用。你看他就是嫌棄我，他就是嫌棄我，你活該！我已經給你機會了，你讓我提了垃圾，你現在不收，你就休怪我無情，扯到爆炸。這種事情他竟然可以這樣玩，所以請問大法官不過是立法院的問題嗎？更何況立法院是有權駁回，從頭到尾都在玩這種意識形態。今天是總統依法公布財發法修正案的最後期限，身為行政院院長，必須以復議的方式來捍衛民主憲政以及國家的發展。問題是你沒有不附屬的權利。這是一個網友的留言，講的還是挺不錯的哦。他說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2款明文，法律復議案沒過，行政院長必須接受附屬後交由總統公布，不是義務嗎？此外，憲法第170條對於法律的定義不包含附屬，也就是縱使位於憲法第37條附屬，法律也只要依照37條規定，經總統依法公布就可以生效了。至於憲法37條所講的依法的法律是什麼？憲法沒有明文，體系上應該指的是中央法規標準法，因此憲法沒有授權總統可以拒絕公布法律的權利，反而有明文規定必須依照中央法公布法律。他這裡面講很清楚了，附屬是義務。什麼是附屬？附屬就是說你整個法律文章你寫下來之後，總統都得依法公布了，你就是依法附屬。而且參考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2款的明文規定，這是所謂的附議條款。附屬的核心邏輯，如果行政院對立法院的法律案、預算、條例案有窒礙難行時，經總統核可。為什麼要經總統核可？行政院長的頭家是總統，但是立法院長的頭家不是總統。立法院長的選任完全是立法院的議會自治的權限。所以光這個邏輯，卓榮他一開始就大錯特錯嘛！從頭到尾，立法院跟行政院之間的法律的對抗，就是在復議，不是倒閣。他故意把倒閣拿出來掩蓋是非。如果你那麼不爽這條法案，你應該復議才對。但是復議老是失敗，因為復議他的人數不夠，所以這又回到了賴清德的一個主流邏輯：200多天不進議會嘛，視議會於無物，完全胡說八道在解釋。
因為一旦復議15天要做成決議，如果維持原案，行政院長即應接受該決議。所以立法院做出來的抉擇，如果你不復議，總統就必須公告，復議就必須進行，這叫做義務。那你就必須附屬，因為你復議失敗要附屬，哪有不申請復議你就說我可以不附屬？這啥邏輯啊？竟然可以這樣玩，這邏輯都死亡了，真的是耍賴，比立法院還大。那幹嘛需要國會？幹嘛需要立法院？把立法院廢除就算了，還需要立法院幹嘛？這句話最醜。韓國瑜院長無視憲法。大哥，立法院長是國會議長，韓國瑜無視憲法，我的天哪，是你無視憲法吧？雖然名義上總統之下有5院，但事實上院長從來不是總統的僚屬，院長代表是立法權，你總統代表是行政權。所以我一直說，中華民國現在經過增修條文所修訂的架構，本身就是個畸形兒，總統在最上面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試、監察，這是我們中华民國的憲政架構。那在憲法修正條文之前，總統上面還有一個單位叫做國民大會，這是我們原本的一府5院加1會，總統比較虛極化，權力相對是很有限的。雖然對外代表國防外交，但整體來講，他的行政院長必須經過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，考試跟監察是獨立，立法、行政、司法3個權勢分立。國民大會是最大的國會，它主要的功能就是監督總統，所以總統必須到國大去做報告。監察院以前也是國會，因為它以前是由各省的省議會去推派出來的，所以它是個間接民意。所以理論上是這樣：下議院、上議院、元老院，所以這整個的體制是很特殊的。但是李登輝修憲的時候幹了一件很猛的事情，首先他把國大給幹掉了，把監察院從民選變成總統提名。再來第3個，行政院長不再需要立法院來做附屬，所以國會被縮減到只剩下立法院，但是國民大会、監察院的權力都沒有充分的回到立法院，總統權力明顯放大了，而且總統變直接命令行政院長，所以行政院長变成總統的下屬。所以我说李登輝真的是民主罪人，李登輝的修憲把總統權力放得非常的大，所以這就出現一個 bug， 所謂的韓國瑜院長無視憲法，因為以前總統是超然中立的存在，他沒有辦法任命行政、監察、司法、考試院長，他最多只有提名權，提名之後還交由立法院通過，所以立法院是當之無愧的下議院。可是現在立法院就是個閹割，殘破立法院，因為他的2個國會戰友，一個死掉，一個被閹割，他剩下的權力是有限的。但是因為國會已經相對集中到立法院身上了，所以立法院的院長相當於是當年國大國會議長，他直接引然相對的是總統，所以在憲政架構下，韓國瑜是5院院長，但在憲政精神上，國會議長是跟總統是平級的。結果到了卓榮泰口中，韓國瑜變成無視憲法。你總統不能把他當僚屬，你不能把他當小弟，懂嗎？司法院的大法官之首，也就是司法院長，他理論上也是跟總統同等級的，這才是真正的邏輯啊。如果照卓榮泰的說法，那就是無敵總統制，坐實了總統皇帝，因為他把5院都丟在他下面當僚屬，扯爆了，這就是個完全獨裁的概念啊！李登輝是民主的罪人。今天韓國院長無視憲法，公然拒絕總統的邀請。他本來就可以拒絕總統的邀請，他是國會的老大，你總統跟他就是同級的，所以總統邀請一定要去嗎？你做對呢？再一次關閉了討論的大門。不是誰關閉了討論的大門，藍白沒有得到教訓，反而一不做二不休，修改憲訴法，乾脆把司法院、憲法法庭給予凍結。這段時間以來，藍白主導的立法院所通過的種種的法案，已經嚴重影響到國家安全。在立法院當家的藍白2個政黨，也要以國家利益為最優先。大罷免大失敗，說藍白沒有得到教訓，所以卓榮泰那邊鬼扯淡，32比0還不夠教訓，都教訓到他不敢在通告的時候讓我講話了，有夠丟臉的。我們都能一起以國家為念，以每一位國人為念。創造憲政危機叫以國家為念，以國人為念，這是屁話滿天飛，這太丟臉了，真的。財劃法的復議案，立法院安排行政院進行說明，拒絕溝通。你就復議，你幹嘛不復議？直接否決再次討論的機會。不是，你就沒種復議，你要復議幹嘛？什麼討論？你就把理由講出來就結束了。而行政院所提出的財政收支劃分法的版本，也完全無法排入審查。你一開始根本就沒有版本，好不好？行政院已經窮盡憲政救濟的各種可能，而今只剩下不附屬這一途徑。你就沒有權利不附屬？到底每一句話都被打臉是怎樣？附屬是義務，不是權利。
議，好嗎？你唯一可以跟立法院畫啪啦看的叫做復議，你又不提復議，這是有個扯淡的。基於憲法權力制衡的設計，若立法院對行政院的不附屬的決定有意見，立法院可以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3款的規定，這是憲法賦予立法院的權利，可以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投票來制衡。因此，行政院不附屬的這項權利，絕非行政權的獨大。此地無銀三百，他剛才講的就是倒閣啦。現在的行政院長又不是經過立法院通過，這個倒閣什麼意義？總統沒有規定不能再任命卓榮泰耶，就是這麼浮誇。倒閣這件事情本身就是當年一個錯誤的殘留。如果照卓榮泰的說法，立法院倒閣之後，立法院連同院長全倒，行政院的最頭是總統。倒閣之後，總統原封不動，行政院長下台。請問這是對等的嗎？理論上，如果要倒閣，那任命行政院長的總統必須一起請辭，這才合邏輯。所以這是當年李登輝修憲的時候留下的巨大 bug， 這是一個李登輝活脫脫把總統完成總統皇帝制的陽謀。一旦要把行政院給倒閣，立法院全死，總統不用死，有這種事嗎？行政權超級爽，立法權超卑微，他憑什麼可以做這種事情？但他就是這樣幹，因為當年李登輝權力大得不得了，到現在我們在付這個代價。這麼巨大的憲政 bug， 這麼多年，陳水扁不敢用，因為國會多數是國民黨；蔡英文不必要用，因為民進黨變成絕對的執政；馬英九不敢用，因為馬英九覺得權力分立原則很重要。但是賴清德無賴用，瘋狂用，爽用，他是個天下無敵的存在，他是真正的總統皇帝。他在民意不足的情況之下，還可以這樣幹。真的是太屌了，所以李登輝的修憲不是民主先生，是民主叛徒。那為什麼他對於所謂財劃法特別的感冒？因為一旦財劃法下去，他的財權被限制，他們的權利就直接受到了犧牲，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邏輯。所以這個決策出來的方式更鬼扯，是賴清德召集便當會之後，由賴清德下令給行政院長底氣下去不附屬的啊。那場便當會出來之後，柯建銘反對，可是卓榮泰死幹活幹照樣幹，真的是超。如果行政院長可以用不附屬把3讀通過，而且都已經是復議失敗的財劃法，你都可以推翻，那憲法為什麼要設復議這個規定呢？你視憲法之無物，你要感覺你是守門員，你根本是破壞王。那如果是這樣，以後行政院根本也不用復議了，每個案子都直接說我不附屬，這樣立法院關門大吉了。這件事真的是超級無敵嚴重。如果可以直接用不附屬取消國會3讀通過的法律，何必提起大罷免？可見這是民進黨政府一再失敗後不認輸的大翻盤。請問民進黨，你是把台灣人民當成塑膠嗎？你把台灣人民當成塑膠嗎？卓榮泰昨天拋出自己的黑白照，說他要做憲法的守門人。請問一下，他都已經違背憲法明明白白的條文，他到底是哪門子的憲法守門人？而他拋出他的黑白照，事實上這也代表他跟他過去的一個政治良心正式的告別。這樣的黑白照，事實上只是一個大笑話而已。所以今天卓榮泰幹這種事情，基本上已經徹底摧毀了我國最基本的憲政體制跟憲政邏輯，真的是被罵翻了。萊爾校長又忘記吃藥，明年一定讓你們輸到一席都沒有。32-0之後還不知道悔改，32-0已經證明人民對你們不信任，還在那邊救濟，不合你們意就是違憲，只要不合你們意就中共同人，這跟國中生搞小團體有什麼不一樣？你這個中共同路人，我為什麼中共同路人？誰叫你不聽我的話？我為什麼不聽我的話就中共同人？不中共同人閉嘴！深呼吸，康蕩。不要再中共同人，不是不要緊張，沒這麼嚴重，中共同人。立法院長他是代表立法院，那他不能代表立法院決策。你找立法院長去幹嘛？民主退步黨實至名歸啊！3讀通過法律不執行，反正不合你就不執行，算哪門子民主進步？選書就開始耍賴嗎？拜託做點事好不好？台灣這幾年一直在空轉，對美強硬才不會被看衰小，還被酸得好慘啊！這個圖完全是錯誤的，但是可以這樣畫，那這以後行政院就當霸王機關就好了，真是太扯淡。都不愛甲你附屬啦，不愛甲你附屬啦，要拼台來拼啦，啊啥無拼攏去互你看衰，國民黨的亂舞，表決民進黨攏輸，出去攏去用笑，啊你在民進黨的無效啦，偌清這是在創啥物話啦？國民黨亂創，啊你老伊亂創，小爸拍輸人，妹啊妹輸人，投票投輸人，這創啥物話哥？選你選總統有效的，投票投輸人，輸人。
他氣到臉都紅。他講完答案就出來了嗎？罵也罵輸人，講也講輸人，打架也輸人，所以你就是國會少數啊！大罷免也給你玩，從頭輸到你這麼沒用。每天說你為什麼不敢倒戈？靠北，人家都已經大罷免了，你還想怎麼樣？直接紅溫，他是在臭賴清德嗎？王一川這段絕對是在臭賴清德。為什麼民進黨要做這些事情嗎？為什麼王一川要去罵這些事情嗎？這就是鐵桿青鳥。這次沒有韓國瑜。他該死，那恨韓國瑜，這種人什麼都不會做，整天害人、殺人放火，把國民黨228事件當屁，他們害死多少台灣人？那把一些流氓和台北引進這裡，把這裡工作環境弄亂七八糟，你不覺得他可惡嗎？了解。讓韓國瑜，那覺得陳其邁在高雄做的怎麼樣？還算勉強，可以。對啊，至少他不會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弄得你知道糊裡糊塗啊。該有方針還是有的。我就說大概還可以殺全家。